比死绝望的却是生。天已经黑透了，寒得很。收购站面前的水面相当的扩大，远处就是湖了。湖面上万籁俱寂，没有一点动静，只有一两盏鱼灯，一闪一闪的，透出来的全是不动声色的凛冽，阴森森的。玉秀打了一个寒噤，沿着水泥阶梯一级一级地往下走。玉秀来到了水面，伸出右脚试了一下，一股透骨的严寒一下子钻进了他的骨头缝，传遍了全身。玉秀立即缩回来了。玉秀没有让自己停留太久，冷笑了一声，对自己说：还好意思怕冷，死去吧你！玉秀沿着水泥阶梯向水下走了4步，也就是4个台阶。水到膝盖的时候，玉秀停下来了，立在那里，望着黑森森的水面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却有一种空洞的浩渺，一种灭顶的深。波浪小小的拍着他的裤管，像一只又一只的小手抓了玉秀一把，又抓了玉秀一把。玉秀突然觉得水的深处全是小小的手，整整齐齐地向玉秀伸过来了。每一只手上都长着数不清的手指头，毛茸茸地塞满了玉秀的心。玉秀一阵刺骨的怕，拔腿就上了岸了。因为肚子太大，一上岸便摔倒在水泥台阶上了。玉秀趴在地上喘息了半天，终于站起了身，又一次走向水中了。这一次玉秀没有走得太深，脑子里复杂了，越想越恐惧。好不容易下去了2个台阶，玉秀命令自己：扑下去，你扑下去，扑下去，一切都好了。玉秀就是扑不下去。死亡的可怕在死到临头，玉秀早已经是浑身哆嗦了，就希望后面有一个人推自己一把。玉秀在水里站了半天，所有的勇气也几乎用完了，倒回到岸上，绝望了。比生绝望的当然是死，可比死绝望的却又是生。收购站有一个秘密，那就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玉秀的秘密了。这就是说，断桥镇也有一个秘密，那就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玉秀的秘密了。玉秀以为别人不知道，而别人知道，玉秀却不知道别人知道。所谓的隐私，大抵上也就是这样的一回事，隔着一张纸罢了。纸是最脆弱的，一捅就破；纸又是最坚固的，谁也不会去碰它。只有乡下人才那么没有涵养，那么没有耐心，一上来就要看谜底。镇上的人可不这样，有些事是不能够捅破的，捅破了就没有意思了。急什么呢？纸肯定包不住火，它总有破碎的那一天，也就是所谓的自我爆炸的那一天了。比较起被人捅破了，自我爆炸才更壮观，更好看。断桥镇的人都在等，镇上的人有耐心，不急。有些小同志绝对会有自我爆炸的那一天，等着吧，用不了几天的，人家自己都没急，你急什么？不急。1971年的冬天真是太寒冷了，收购站里的情形更糟糕，太空旷了，四面都是风。
中午闲下来了，年纪大一些的职工们喜欢站到朝阳的墙前晒晒太阳，年纪轻一些的呢，不喜欢那样，他们有他们的取暖方法，一群一群的来到空地，在上面踢毽子、跳绳，再不就是老鹰抓鸡。玉秀不会踢毽子，但是在跳绳和老鹰抓鸡方面，玉秀是积极的、努力的。只有积极才能显示出自己是和别人一样的，没有任何区别。玉秀很努力，但是一旦行动起来，那份臃肿的笨拙就显露无遗了。很可爱，很好看的。跳绳的时候还稍好一点，因为跳绳是单打独斗的。老鹰抓鸡就不行了，老鹰抓鸡需要协作，你拽住我，我拽住你。玉秀夹杂在人堆里头，一比较全出来了，成了最迟缓的一个环节，总是出问题，总是招致失败。人们不喜欢看玉秀跳绳，比较起来还是老鹰捉鸡更为精彩。如果玉秀站在最后，那个热闹就更大了，沉重的尾巴一下子就成了老鹰攻击的目标，而老鹰并不急于抓住它，反而欲擒故纵。就在快要抓住玉秀的时候，老鹰会突然放弃，向相反的全力进攻。这一来，玉秀只能是疲于奔命，又跟不上大部队的节奏，脖子伸得老长老长的。最为常见的是玉秀被甩了出去，一下子就扑在地上了。玉秀倒在地上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，拼了命的喘息，却吸不到位，只能张大了嘴巴，出的气多，进的气少，总是调息不过来。最好玩的是玉秀的起身，玉秀仰在地上，脸上笑开了花，就是爬不起来，像一只很大的母乌龟，翻过来了，光有4个爪子在空中扑棱，起不来。玉秀只能在地上先打一个滚，俯下身子，撑着先跪在地上，这才能够起立，真是憨态可掬。大伙儿笑得很开心，玉秀也跟着笑，嘴里不停地说：胖了，胖了。没有人接玉秀的话茬，既不承认玉秀胖了，也不否认玉秀胖了。这一来，玉秀的胖了只能是最无聊的自言自语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。临近春节，玉米腆着大肚子，带领玉秀回了一趟王家庄，时间相当的短，因为有小快艇接送，上午去的，下午却又回来了。玉米的这一次回门没有什么动静，一点也不铺张，一点也不招摇。玉米甚至都没有出门。等玉米的小快艇离开石码头的时候，村里人意外地发现玉米的一家子都出来了，全家老少都换了衣裳，从头到脚一人一身新。这个人家的人气一下子就窜上去了。玉米不在村里，可村里的人就觉得玉米在，玉米无处不在，一举一动都轻描淡写的，却又气壮如牛，巴适得很。这正是玉米现在的办事风格。玉米只会做，却不会说，这个风格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了。